房车在家停了这3个月，车呢已经非常脏了啊。我提这辆房车呢是在今年的4月下旬，那整体使用这辆房车呢也有半年的时间了。那么本期内容呢，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台房车啊，我所使用过程中呢，它所出现的所有的问题，也包括这一路上来啊，我遇到的一些车友也好啊，他们在使用这辆房车，他们所产生的一些问题。那么先说2个啊，我觉得影响我非常大的2个大问题吧。一个呢就是冰箱的问题，之前在林芝的时候，下面这个冰箱冷冻不是坏掉了吗？我呢就把这2个冰箱啊给它调了个个啊，上面呢调成冷冻，下面呢调成冷藏，这样子的话还是可以用的。我这个冰箱的牌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叫英德尔车载冰箱。那我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呢，我联系了冰箱的厂家，因为我的冰箱还是在质保期内的，是可以进行换新服务的。所以说呢，下面这个坏掉的冰箱我又给它换新了。因为我的视频啊，有很多热心的车友啊给我评论，说是呢冰箱的散热出现的问题，最好是这个房车呢后边开个孔就行了。我在这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我这个车呢是2022年的一个现在应该不能叫新款了，我当时4月份买的时候，当时应该是最新款，它的后面是开了一个孔的。但是就是因为这样，我觉得开这一个孔呢还是不够，我当时还在想着是不是要再多给它开个口。还有车友呢给我提建议说，在后边的压缩机的位置啊，给它增加一个隔热的一个，应该是隔热膜吧，那个我还没弄。现在呢就是一个换新的一个状态。冰箱是新的冰箱，但是这个门呢是我原先的老门啊，因为这款车它是定制的啊，定制的是统一的白色的，因为我的整个车的内饰都是白色的嘛。而英德尔厂家呢只有那个正常的木纹色，所以说寄来的新的冰箱呢2个门我又给更换掉了。 OK， 那再一个呢就是柴暖的问题了。当时在礼堂驻车的时候呀，海拔是在4000米以上，因为我是没有去装那个高原的组件的。我这款柴暖呢是韦巴斯特，品牌是韦巴斯特，它跟房车厂家呀它是2个品牌。柴暖坏掉以后呢，对我造成最大的影响其实就是热水澡的问题啊，我没法在房车上洗热水澡了，不得不呢去买了一个热水壶啊，用那个热水壶啊，一路上简简单单的擦拭一下身体，或者是想洗个澡了呢，我就多烧上几壶啊，然后兑凉水来洗。因为我当时出行呢是在整个夏季啊，6月5号到9月3号嘛，当时整个温度啊最冷的时候呀也没有掉下过5度来，所以说当时呢我只盖这么一床厚被子啊，电路子我都没有打开过，基本上晚上睡觉的时候关闭门窗，这样来睡觉呢温度还是挺适宜的，所以说没有暖风这个事呢没有对我造成影响，主要是烧不了热水这个事。之后呢我也了解到关于柴暖积碳呢是很多车友都会经常遇到的问题，尤其是在高原地区。我还记得那一次在礼堂呀，就是我刚打开柴暖的时候，过不了一会儿啊，我就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那种焦烟味，然后下车去检查嘛，冒着浓浓的烟，然后我就打电话嘛联系厂家，厂家告诉我啊，这款柴暖呢是不可以在高原上进行使用的，然后说我的柴暖啊已经严重积碳了。它这个柴暖啊积碳分为2种啊，一种是轻微积碳，另一种是严重积碳。严重积碳很好理解啊，就是像我这种情况，你打开一会儿过一会儿呢它就自动关闭了，然后呢水也没法烧热。那你想轻微积碳呢，它会出现间歇性的就是你时不时的有一个热水，时不时用的时候它又没有热水了，是这种情况。因为清洗积碳呀，当时我在整个青藏高原地区啊，能清洗得了积碳的师傅啊真的是非常的少。整个318我从8速开始问了一路啊，任何修理厂都没有师傅会清洗，包括我问成都的揽众房车售后点，那的师傅呢他也不会清洗，说这个东西呢专业度还是非常高的，还要用什么清洗剂啊之类的啊，要把这个下面积碳的一个柴暖的一个小盒子呀拆卸下来，然后寄到北京韦巴斯特的总厂去，让他们来清洗，然后整个时间周期也挺长的。给我反馈我得到的消息呢，就是大概得半个月到1个月左右，因为排队的人也很多。然后我也通过车友呢联系上了拉萨的一位姓夏的师傅，夏师傅非常有名啊，应该大家开房车去过西藏的朋友都认识那位夏师傅。但是我到了西藏的时候不是刚好赶上疫情嘛，当时夏师傅呢当时也不在拉萨，他当时呢被隔离到纳木错那边去了，应该是一个村子啊，那边是一个山林里边吧，说天天在那放羊呢。那当时又赶上疫情，我也没办法，只能是离开西藏去了青海一直到
路过兰州，到了银川，在银川那边才碰上一位师傅会清洗这个积碳，才把这个积碳问题给解决了。除了高原之外就是咱们正常平原这个旅行之中呢，我还没有遇到过柴暖的问题。如果上高原的话，大家一定要先去了解了解自己这款房车的柴暖呢是不是可以在高原使用的。不行的话，其实加一个高原的那个模块的话，几百块钱也不贵。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尿素故障我这款自由炮房车呀，也是柴油版的房车，因为现在实行的是最新的国6的标准，是需要加尿素的。那我的第一阶段旅行整个去西藏，总共是出现过2次尿素系统故障。在咱们这辆车的前边的仪表盘处呢，你是可以随时去查看尿素剩余情况的。在方向盘的左手边上下左右，通过仪表盘呢来调节出来。来查看，它就可以切换。上面有个小汽车，找到小汽车这里，按上键就可以出来了。现在尿素剩余呢是充足，可行驶呢是大于等于2400公里。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按照这个尿素表来，当它临近1000的时候，你就要把尿素去补充满了。就是因为当时呢没有去注意这个，都是掉下1000来了，它尿素系统报故障。当尿素系统报故障之后呢，你的动力系统还不会有明显的减弱。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要是再往前开，再跑出50公里之外的话，它就会再给你出一个故障码就是缺尿素的情况下行驶了50公里以上了。你这个时候呢不熄火，你的动力还是没问题的。但是一旦你这路程之中你熄过火，整个车的动力就会出现问题你踩油门的话就开不到60以上了。如果你再开出一定的距离之后还可能会出现自动熄火。所以说这个尿素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多备上一桶。我当时有位车友当时就是好像是已经开出了将近50公里了他当时就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尿素一般你上中石化和中石油去买它的尿素就可以。包括咱们车辆的加油，尽量选择中石化、中石油，尽量避免上其他的加油站去加油和买这个尿素。因为当时呢，我都是备好一桶尿素的就是放在我外面的一个储物仓里边。就是这个储物仓，大家看这个舱门也松动了。当时给我报故障的时候呢，我就找个地方停下车，我就加满了，然后再开个几十公里，它那个故障就可以自动消除。再一个就是买这个尿素你上中石化也好，上中石油也好，你会发现买3桶尿素价格非常的优惠。一桶尿素的价格大概是50-60吧，但是一般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会告诉你3桶会比较便宜。我记得好像是3桶是100好像，但是我建议大家就是在你尿素是加满的情况下，你就备1桶就行了就备1桶就行了。因为它3桶它确实是非常占地方，你毕竟尿素加满的情况下，你还能再跑个将近1500到2000公里了。一般咱们开房车几乎我们都会塞得满满的没有什么多余的空闲位置了。这个主控屏我出行这3个月死机过几次。这个地方死机的解决办法就是靠近额头床这个卡座下边，看到这个红色的这个开关了吗？这个是电源的总开关。关闭它，然后再打开重启一下，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黑的是空调开关，这个空调开关看看上边钉钉咬的。再一个就是房车门了房车门和厕所门。房车门呢，这个把手当时松动了螺丝松掉了。当时维修师傅也是研究了很长时间这一块是可以卸下来的，把这块卸下来的，在里边呢就可以把这个螺丝呢上紧。厕所门也是我在那个哪儿，在礼堂的时候发生的。这个门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呢？当时是就这样卡着关不上但现在你看正常的话轻轻松松一推就能关得上。这个地方这个篦子这个地方，这个解决办法其实也很好解决，把这2个螺丝给拆下来，把这个篦子给拆下来用那个钳子2个钳子给它调一调角度就没问题。还有你像浴室门听见了吗？它会有这样吱悠吱悠响，当时是没有的，之后它有了。包括电动踏步也是出现过吱悠响。当时是在成都，在那个揽众房车的售后点，师傅给我上了点油，我也从网上买了这么一管子油，找一找应该是在这个柜子里吧。
啊，对，在这儿呢，又找了一管子这样的油，属于润滑油吧。再一个就是咱们卫生间的门，在洗澡的时候，这个地方下面是会往外渗水的。看看下面这一溜啊，都鼓包了，看这儿都翘皮了。这个我还得等去处理一下，看看是给它换一下还是给它粘一下。它这个渗水啊，就是从门这个下面这个缝这儿渗水。看我现在在厕所里啊，现在门呢是正常关闭的状态，看到下面了吗？有一条缝，我觉得这个就处理的非常不好啊。这一点，如果关上门的时候啊就没有这条缝的话，就完全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但是目前呢，解决办法也是有的，它是带着这样一个浴帘的哈。我们正常把这个浴帘打开以后，看这条浴帘呢，它是一直拖到地下的。我现在给它打开，打开以后啊，你拉上这个帘子，拉上这个浴帘。但是你光拉这个浴帘，其实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要怎么着呢？这浴帘啊，这边还有扣啊，一共是3个扣，这一个，然后这一个，我这还有一个扣，这个扣掉了，我不知道放哪了。然后在门的这边相应的3个卡扣的位置。把浴帘完全扣上是可以解决这个出水问题的，但是多了这样一个工序啊，就会非常的啰嗦，非常麻烦。我觉得这个门在当时设计的时候啊，就应该设计好，就不应该有个关上门以后还有一条缝，对不对？我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要把这个帘子全部扣上它不会出水，所以说出了这么几次水啊，这个下面这个板子就已经是这个情况了。再就是卫生间这个下水口啊，下水口也出现了个问题。当然这不是什么大毛病啊，你像我们的一些头发什么的，如果把这个下水口给堵住了，其实是很好解决的。这是有个开关的，你摁一下，它就不会下水了。平常都是打开的状态。那当这个头发什么的把这个下水口堵塞了以后啊，可以去转这个东西啊，把它拿起来，然后你就会看到。它这个地方呢会缠着很多一些脏东西啊，头发什么的。你看我是准备的这个啊，出行前准备的，就这种小毛刷，把它清理一下就没问题了。还有一个问题啊，你像我们厨房区域这个封边的地方，这里就开口了。其实当时整个这一条啊，基本上是到这个地方全部开口了啊。我是用那个粘木头的那个胶。给它粘的，一直粘到这儿，但是这里面这个地方啊，我实在是不好给它粘，我需要在这儿垫上个东西，给它好好粘粘，改天再给它处理一下吧。你看，包括这里还开缝了，刚发现的，这个地方要给它粘一下。我卡座这个桌子呀，也开过胶啊，这个我也粘过，但粘好了已经。当时是这个边当时就整体开了嘛，也是用那个粘木头的胶给它粘好了。再一个哈，就是我房车水池的这个水龙头了。水龙头的这个地方，看到这个出水管和这一块它不是有一个连接的地方吗？就这个整个出水管连接的这个地方，整个掉下来了。它里边呢是有一个卡扣的啊，这个东西上次师傅来也是弄了有个10分钟、15分钟的吧，就弄好了。当然修理的时候啊，是需要打开这个柜子的，因为我这个柜子里边有洗衣机嘛，当时它也是挺费劲的，手要伸进去。这个问题啊，应该也不难，但是当时啊，我也忘了我在干嘛了，没有看师傅去弄这个事儿。那再一个问题呢，也是我回来的路上发现的啊，就是天窗的问题了。大家看这个天窗，这些地方啊，你看这个白条和黑条，不知道这样大家能看出来吗？它已经开始有变形了。你看这个地方明显就鼓起来了嘛。如果这个地方不够明显的话，大家看这边，这也是我在西藏在拉萨的时候发现的。看这个本来是要跟它贴合的，突然就这样就成这样子了，出来这么一块。虽然暂时呢还能使用，没有看出什么影响的地方啊。它这样是不漏风的，因为它上面是这叫什么胶皮儿吧，它密封的还是可以的。那这一块是什么个情况？怎么突然成这样子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看这一条啊，它是有变形的。天窗的这个密封这一块。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在我出发之前，我得上厂家去给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再就是你像这个纱窗，正常哈，刚开始使用的时候啊，我们在关这个纱窗的时候啊，它是非常轻松容易的。但是你像现在，你看啊，
它这个褶皱这个地方，它有时候它就会卡住，你得弄好几次，你才能这样把它完全关上。我认识的一位车友啊，他那个天窗也是直接换新了，就是我们打开天窗的时候，左右两边不是有2根轴嘛，你要通过那个轴给它支起来，他那个轴是直接脱落了啊。厂家是给他换了一个新的天窗，因为他那个车也是在质保期之内的，也是厂家给他免费更换了一个天窗。然后你像我这个情况呀，我不知道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后期会不会直接坏掉？改天我也咨询一下厂家，看看是换新还是怎么处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床板断裂就这个床板，这个当时我在出发之前，也就是4月份的时候，当时发布那个视频应该是6月底7月初了吧，大家可以去翻一翻有一个就是我把床压坏了的一期视频，我把被子掀开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中间不是有个过道吗？它这地方的床板是镂空的，你都能摸到能看到这些床板。我平常上这个床就是一边踩的这个卡座，然后就这么上去了。但是我这个膝盖呢，我会直接压到这个地方镂空的地方。我呢压坏过2次这个床板就是中间你会听到咔嚓一声，它就断了嘛。其实这个呢不难处理，从淘宝上去买床板就行了。这个价格呢也不贵。自从压坏了2次，我就长记性了。我再上床呢，我就不往中间去上了。这两边它是有这种柜子的嘛。再一个，电动踏步出现过2个小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应该是在8速的时候我有一次呢，在停在一个KTV 的一个大院子里面嘛。我当时在那洗车的时候呢，电动踏步我没有把它收回去，可能我就用水呲它了。当时我没在意结果上车时候发现呢，摁那个按钮呢，它已经失灵了。到最后我发现是保险给打，还好那次保险丝没烧。我20的保险丝烧过1次，是当时我在拆这个卡座下面这个点烟孔的时候，可能我不小心给它接触不良，给它弄短路了。所以说这个20的保险丝我当时我又长了个心嘛，我在成都揽众售后的时候呢，我就多问师傅又要了一个以作备用。还好那次8速没有烧掉。电动踏板吱有响这个问题呢也是师傅给我上来油就好了。那我现在呢也买了这样一罐子油随时哪出现异响我觉得自己弄也挺方便的。再一个说一下这个点烟器就是我对面这个卡座下面这个点烟口和额头床上这个点烟口，那这2个点烟口我感觉它的线路应该是串在一起的。我出现个什么问题呢？我平常办公是用我的笔记本电脑，我在这个卡座上一般呢，我的这个电源呢，我是连接到我卡座这个小的这个逆变器的，其实就是用它那个点烟器嘛。有时候一边充着电一边使用的时候比如说有时候我开的软件非常的多，占用这个 CPU 计算机的 CPU 非常大的时候，它那个时候耗电量其实也非常大的。这个时候我就会突然发现我的笔记本电脑它那个电它充不上了，它就会慢慢的那个小电池那个电量的那个小标志，它在慢慢的往下走电。就是你用一段时间一抬头，这个电量往下掉，因为当时我还是插着电源的状态下它充不上电了。再过个几个小时，我这个笔记本就没电了，充不上电了，它就会自动关机了。当时呢，我就想排除嘛，我看看上面还有什么其他我插着的电器，做了一系列排除，我发现就是我那个移动 WiFi 跟大家说一下我这个移动 WiFi 华为5G 的这款移动 WiFi。当时我就发现我华为 WiFi已经停了，然后我再打开那个手机那个监控的 app 开始查看，监控也全都停了。这个华为 WiFi 是先开始掉的电，然后之后我就尝试把这电脑在这充的时候呢，华为我就在那充，因为我这个华为我是一直连着线的一直插在点烟器上的。那一旦我把它俩分开之后呢，这个问题就几乎是没有再发生过了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说有时候呢，电脑有时候我会接这边的时候，我就把我的路由器放到这儿，然后我要是电脑接在这儿呢，我就再把路由器挪到那儿就这样来回倒腾。但是这个问题呢，暂时还是不是大问题了。再一个就是行车空调，我在夏天的话，我会经常开车的时候是开着空调的。在上成都之前呢，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后面呢会呜呜呜的这样来响，就是你关闭空调的时候，它是不会去出现这个异响的。是这个地方这里边也不是太阳能，太阳能在下面，我鞋柜里边这里边是太阳能控制器，是在这里边。这2个其实是空调空调的出风口。所以说一打开空调的时候，这里边应该是叫膨胀阀吧，那个东西坏了。但那个呢基本上对车辆影响不大它就除了有那个
间歇性的那种呜呜的那种叫声，不会对你的行驶呀、你的房车正常的使用会造成任何影响。师傅告诉我说，你可以把这个膨胀阀呀申请办个售后，然后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当时在路上呢，我也没有时间，因为也得等个半个月小1个月的。那这次也回来了嘛，我也打算过2天呢，我看看把这个膨胀阀这个问题给解决一下，让厂家寄个新的来更换一下。OK， 这就是我呢这第1阶段的旅行出行这3个月的时间所出现的所有的问题了。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我在路上碰到一些车友他所出现的问题之前提到的过的重复的我就不再说了单独拿出来跟大家说一下。你像我之前那个大哥呢，他买的时候也是一台新车他当时去看房车的时候呢，他也是想挨着试一试。你比如说水泵，他当时想试一下，但是当时呢，工作人员说，哎呦，现在那个刚好停水了，车里又没水，没法给你加水，那加不上水就没法试。然后保证说，哎，这辆车没问题，你开走就行了。结果他开走了之后回到家，加上水以后，还就是水泵出现问题了，水泵不工作新车，然后库仑计不亮。他这个情况应该不是像我上次缺电亏电的那个情况你再重新把里边的开关关上再开就可以了。他应该不是这样，因为厂家整个给他换新了他的库仑计出现问题了。然后房车的车门车门不能反锁，这个地方看到了吗？这个摁下去呢就是锁住了，从里边锁住了，外面是开不开的。然后我们再奔开呢再奔就开门了。那你像车门出现不能反锁这种情况，咱们在外面旅居在一个地方是非常危险。咱还不说危险不危险这个事儿，我觉得是你要是让我在一个荒野的一个地方驻车，或者是无人的地方驻车，我心里我晚上睡觉我是不踏实的。然后原厂带的行车记录仪出现问题不能记录。这个原车带的行车记录仪它是分前后2路的嘛，这个是后路，这个是前路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记录仪都是插卡的嘛，插那种小的 TF 卡，不能记录的话情况下，就是万一你在路上出现什么问题，然后你没法取证这是一方面。然后呢，它那个行车记录仪呢，前路还不能显示了出现这样的问题。OK， 总归就是这么几点情况吧。当然了，还有一些车友他的煤气灶出现问题的，你像水路系统出现问题的，然后还有空调不制冷的这种情况呢也是有的。但是我遇到的这辆车发生的问题最多的呢，就是冰箱不制动这个问题，再就是它这个行车空调消校的这个问题，再一个就是这个柜子开关坏了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好像是大家出的比较多的。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主控面板会偶尔死机的这种情况。总之来说应该就这么多吧。如果您也了解这款房车，或者是使用这款房车也出现过我没有说过的问题，也非常欢迎呢您在评论区呢留言让我知道。 OK， 那最后我来做个总结就是大家还没有买房车的朋友我给大家在这儿呢提个醒就是无论你买的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定要在买之前呢仔细的去看一看，你叫上一个懂行的朋友或者是你做好大量的攻略以后呢，一定要去检查仔细。因为就我所知的就是很多情况都是新车就是新车你提来的一辆新车就出现这些问题了，大有人在。所以说呢，咱们提车呢不能去碰运气一定是在买车之前您先把您订好的这辆车呢去仔细的检查一遍，一定不能像我这样拍脑袋。我是纯赶上了，纯幸运。我一上来一个门外汉，只是自己简单的去做了一些攻略，其实也没有详细的去试这辆车。当时房车对我的概念真的就是一头雾水。我想嘛，这东西买回家了自己慢慢的去研究吧。还好这辆车到我手上的时候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只是我在使用之中我才产生了一些问题那个时候我就逐渐的我其实就对这个房车就各种方面就边学边弄，我就慢慢的去了解。但是据我所知的很多人就是刚提的新车回来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这个时候呢话就会造成咱们不必要的损失，不必要的麻烦虽然说您也是在质保期内是吧，可以去换新，但是它啰嗦呀，麻烦呀，是不是？新车刚到家，我这还没上路呢所有的好多问题都出来了。所以说大家在选车之前一定要擦亮双眼，好好的去检查一遍。先做到呢，就是您买的这台房车呢，它整个各个环节是没有出现以上这些问题的。这个时候您再去掏钱买回家。OK， 那本期内容呢就先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